大家还好吗？欢迎再次回到 Midnight 频道，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探险之旅吧，看看又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在这里。在这次旅途过后，您也可以留下您的观点，让我们一同讨论。2020年5月10日 ，CBS 新闻频道在晚间的节目中报道了这样一起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的离奇目击事件。据称，几天前，该州的一位居民和自己10岁多大的儿子在驾车离开萨默塞特县的一处名为奎马豪宁的水坝附近时，却发现了这样可怕的一幕。据称，这是一对在中午时分便登记进入这处森林内钓鱼的父子，而当晚他们也是最后2名离开水坝停车区的游客。此时已经是晚上的10点左右了，但奇怪的是，当他们在沿着这条山路返回时，却在路旁看到了这样一个突然出现的可怕路人。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目击者车上安装的行车记录仪拍摄到的这段影片。报道中称，目击男子在看到这名奇怪的路人时，他起初只是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路人而已。可是当车辆在靠近他时，这名路人的样貌却吓坏了这对父子。据目击男子讲述，那是一个穿着一身灰色的破旧衣服，而且身上沾满了淤泥的路人，而最可怕的是他的那张如同骷髅一样的脸。此时，他正提着一盏奇怪的灯笼从森林中走出。据目击者描述，这名诡异的路人提着的这盏灯笼，有些像是上世纪50、60年代铁道工人使用的那种红白闪烁的警示灯那样。由于当时车上只有目击男子跟他的小儿子2人，而他们的汽车在经过这条狭窄的道路时，他们也并没有发现附近停有任何车辆，所以安全起见，目击者并没有停车查看。他们只是在回到森林管理处时，将他们的这一发现报告给了这里的工作人员。可是工作人员在查看过那些登记的游客进入这处水坝的记录后，却发现此时所有的游客已经全部离开了那里。由于这座森林的附近并没有任何居民，为了谨慎起见，这里的工作人员还是把目击者的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当地警方。可是当警方的巡查人员在对该路段进行的多次查找后，却并没有发现影片中出现的这个诡异的人物。而这起奇怪的目击事件似乎也成为了一件难以解开的未解之谜。Number 6， 乌西苏利斯蒂亚瓦蒂是一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著名女艺人。她不仅在演艺方面具有极高的天赋，而且她还同时兼任了 Kabar Kabari 节目的主持人以及歌手、模特等众多角色。然而在不久前，网络上却突然出现了这样一段关于她在 IG 直播中的离奇遭遇的影片。Glow serum ini gunanya tuh bisa untuk mencerahkan kulit wajah kita, ya biar jadi lebih apa ya, lebih glowing gitu. Kayaknya tadi dia lewat nggak sih? Kayaknya ada yang lewat kan? Tunggu deh. Enggak kali ya? Oh, jadi merinding. Aduh, oke, kita ulang lagi ya teman-teman ya. Jadi, pertama-tama kan kita pakai yang gold serum ini. Gold serum ini tuh memang gunanya untuk mencerahkan. Astagfirullahaladzim. Ya Allah, ya Allah. Ya Allah, ya Allah. Astagfirullahaladzim. Ya Allah, astagfirullahaladzim. Astagfirullahaladzim. Ya Allah, ya Allah, ya Allah. Ya Allah, aku takut banget. Astagfirullahaladzim. Ya Allah, ya Allah. Kenapa? Astagfirullahaladzim. Kenapa? Itu aku di bawah. Ya Allah, ya Allah. Aduh, aku stres.
Aku ah, ya ampun tangan mama jadi dingin, tangan mama dingin. Aduh ya Allah. Dingin gara-gara apa? Di bawah. Aku lagi mau bikin konten di bawah. Terus tadi perasaan aku tuh kayak ada yang lewat gitu, terus aku pas keluar nggak ada. 在这段影片的开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秘的人影从 IC 身后的走廊里经过。可是当这名女士在发现他并转身出门查看时，她似乎却并没有找到刚刚经过这里的那个人物。而直到 IC 再一次重新回到镜头前后，这名女士依旧感到十分的困惑。但也就在此时，她身后的这扇门却突然的被用力的关闭了。而对于看过这段影片的不少观众认为，虽然阿 C 是一名演员，但当时他的反应却非常的真实，而且看上去他的确是被吓坏了。所以这种观点认为，在阿 C 的这次直播中，或许真的发生了某些难以解释的灵异现象。当然，也有观众认为那些只不过是他自导自演的一段恶搞影片而已。那么对此你认为呢Kenapa?？Number 5。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是由 YT 用户Alicia Govan 所分享的。几周前，艾莉西亚受到男友的邀请，他们一同去往了佛罗里达州内的一处州立的森林公园内游玩。但奇怪的是，当他们来到这里时，两人却发现这处森林公园里的游客似乎非常的少，甚至在这天中午时分，当他们来到这处森林公园的游客休息区时，也没有发现这里有任何游客。所以这也让艾莉西亚跟她的男友感到了有些奇怪。但是即便如此，两人还是愉快地享受着这场不受打扰的旅行。而这一切直到他们来到了一栋供游客休息的木屋时，艾莉西亚跟男友似乎才察觉到了异常。This place is so cool, isn't it? Yeah. Somebody in there with you? No. 当男友将相机转向艾莉西亚所站在的这处窗口时，我们可以看到这所房子里似乎除了他的女友之外，这里还有其他人。可是当艾莉西亚的男友走到窗前向内张望时，这里却并没有任何人。而且从这段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两名年轻人似乎非常的紧张，所以这也让这对情侣感到了惶恐不已。随后他们便立即离开了这里。艾莉西亚在这段影片的评论中写道，或许这也就是这处森林公园里为什么没有其他游客的真正原因吧。Number 4。2023年6月18日 ，FB 用户 Ruben E. Colin Roman 跟他的几位朋友来到了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市附近的一处海滩度假。可是当这几位游客在傍晚时分打算乘船在附近的海域垂钓时，鲁本却在附近的海面上看到了这样一幕奇怪的景象。Y alumbra de momento, ¿verdad? Submarino.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海面上出现了一片发着蓝色亮光的奇怪区域。据鲁本讲述，有些时候他们还可以看到这些蓝色的海面下似乎还出现了一阵阵如同闪电一样的白色亮光。Y alumbra de momento, ¿verdad? 而且这些亮光看起来就像是从海底发出的那样。于是他们决定驾船靠近查看一下。可也就在他们即将靠近这片水域时，鲁本跟几位朋友却发现这个亮光似乎也正在缓慢地靠近他们的这艘小船。那么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这些神秘的亮光又会是什么？不久之后，鲁本将这艘小船停在了这片水域的上方，但也就在此时，他们却在这片蓝色的水域附近拍摄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生物。Mira, empezó en el puente y está en la boya, mira la boya. El puente está a mano izquierda. Mira eso, mira eso, mira. Mira eso. Hay algo ahí. Mira algo ahí. Míralo. Yo no sé qué carajo es eso, dale para atrás. Si no quieres saber. Dale. Dale. 而刚刚的这一幕却把这几位游客吓坏了，他们慌忙地驾船离开了这里。对此，不少看过这段影片的观众认为，或许鲁本几人发现的可能是一名深夜在此的潜水者，但却有观众注意到，当这个黑色的物体在靠近水面时，那些从水下发出的蓝色亮光却仍旧在那里。但如果他是一名潜水者的话，当他浮出水面时，我们却并没有发现他使用的任何照明设备。而这一系列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最终在一位自称是来自当地的观众那里，大家似乎才找到了答案。据这位居民讲述，近些年来，当地的珊瑚出现了大面积被偷盗的情况。虽然有关部门也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但这种情况却仍旧会不时地发生。所以他认为，当晚几位游客发现的很有可能是一名盗取珊瑚的偷盗者。因为他发现这名潜水者是向着鲁本这艘船另一侧游去的，很可能是因为他将鲁本的这艘船误以为是当地警方的船只，而水下的那些亮光可能是这名偷盗者故意遗弃的照明设备，用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好让自己逃走。Yo no sé qué carajo es eso, dale para atrás. 看上去鲁本几人的这一好奇的举动，却在无意中制止了一场偷盗行为。Quiero saber. No quiero saber, dale. Number 3。近日，我们在拉脱维亚的一家名为 Jones 的新闻网站上看到了这样一篇奇怪的报道。据这段影片的爆料者讲述，这是发生在当地酒吧内的一起诡异的事件。让我们先从报道中出现的这段影片开始看起。当这段简短的录影在开始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这名工作人员在离开后，这只装有拖把的水桶却突然移动了起来。而随后，当这名工作人员在发现他们时，也感到了困惑不已。他先是站在门口向着拖把的位置望去，紧接着他才将这些工具重新整理好，把它们带到了另一处房间内。但也就在这名女士继续地忙碌着她的工作时，她却被某种看不到的力量拖倒在了地上。报道中称，这名女士摔倒的地方刚好是一处走廊的门口位置。由于监视器拍摄角度的问题，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并没有被这些设备记录到。而这段看上去让人感到了难以置信的影片，在被报道之后，也的确让不少观众感到了质疑。当我们试图通过搜索找到关于这段影片的更多详细的讯息时，发现这其实是一段最早出现在2016年时的影片，它是由一位名叫 Nappy UFO 的 YT 用户所分享的。通过这名 YouTuber 分享的其他一些内容，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主要以转载病毒影片为主的频道，所以这也很有可能并不是一起真实发生的灵异目击事件。Number 2。近日，知名的幽浮探索频道 The Hidden Underbelly 再次分享了这样一段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影片。据称，这是2023年7月13日晚发生在里海南岸的安扎利港附近的一幕。安扎利港是伊朗吉兰省的首府。当晚，不少目击者
先是听到了一阵阵巨大的爆炸声后，当人们在四处寻找这些声音的来源时，大家却发现了天空中的这个奇怪的发光物体。而这一阵阵急促的爆炸声，则是从附近的一处军港发出的，而且看上去似乎有人正试图将天空中的这个物体击落。通过 La Hidden Underbelly 频道找到的这10几段目击影片，我们可以看到目击者来自安加利港的各处，但无疑的，他们都记录到了当时所发生的这一幕。这就像是影片开始时我们所说的那样，虽然这听起来似乎让人感到了难以置信，但经过我们对该事件的搜索后，还找到了这样一篇来自2023年7月16日墨西哥先驱报对该事件的报道。据称，当晚这个物体的出现引起了伊朗军方的注意，他们正试图击落这架闯入他们领空的未知飞行器，而且不少居民还发现，当晚他们似乎还发射了10余枚导弹来攻击这个物体，而飞向这只光球的那些稀疏的亮光，则很可能是高射机枪发射出的子弹。هدفمند هستن رود فعال شده این جسم نورانی رو داره میزنه میخوام بزنم ولی نمیتونم هرچی هم شلیک میکنن مثل که نمیرسه بهش تا قبلش فشنگا منفجره虽然有不少观众认为影片中出现的这一幕有些像是我们在燃放烟花时的景象，但 La Hidden Underbelly 频道却认为那是由于拍摄距离过远所导致的，就像是我们从这段最靠近光球的目击影片中看到的那样。当这些从地面射向夜空中的子弹在飞行到这只光球附近时，它们却无一例外地消失了，就像是被某些物体阻挡住了那样，而且它们似乎都是在同一高度消失的。最终他们在靠近这只光球的附近时，只出现了一阵如同金属碰撞时发出的火花。而令我们感到困惑的是，至今为止，我们却并没有找到伊朗官方对该事件做出的任何报道。在我们开始最后一段影片之前，请别忘记点击订阅按钮以及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Sus camas y enseres aún permanecen en los exteriores de su casa. 2023年2月时，秘鲁西部的利马省卢里甘乔乔西卡地区遭到了暴雨的袭击，连续多日的降雨导致该地区的大部分基础设施被毁，而这里的居民们同时也受到了洪水的威胁。同年的2月21日时，秘鲁国家广播电视台也对此次的灾难进行了相关的报道。记者来到了受灾地区走访，此时这里的很多居民也被暂时的迁移到了一些较为安全的场所。紧接着，记者带大家来到了当地的一所受灾最为严重的学校内。几天前，这里的师生也全都被安全的疏散，因为据当地有关部门勘测，这所老旧的学校的部分建筑很可能有倒塌的风险。然而，就在这样一篇看上去似乎与灵异事件毫无关联的报道中，不少观众却从这里面看到了一些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东西。Ni los juegos infantiles se salvaron de la furia de la naturaleza. Los columpios sube y baja quedaron flotando en el agua emposada. Moradores de los centros poblados Rosario y Yanacoto también se vieron afectados. En el asentamiento humano Santo Domingo, la furia del agua invadió las escaleras, poniendo en riesgo la vida de los vecinos. Desde el asentamiento humano Santo Domingo, Comité 6, mira la escalera, ¿cómo podría bajar aquí una persona, un anciano, los niños, cómo podrían bajar? Mira. 这段诡异的镜头是1天前记者在这所学校后方的一处操场上拍摄到的。据称，当时这里的师生们也早就已经被安置在了别的地方。可是，正当记者沿着阶梯向上准备离开这里时，相机却在他的身后拍摄到了这样可怕的一幕。Bajar aquí una persona, un anciano,
una persona, un anciano.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物体似乎就像是正在向着记者的方向爬去那样，而且它看起来有些像是一个灰色的瘦小人类那般。但是当时这名一边撑着雨伞一边拍摄的记者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随后，这名女记者便走上了阶梯，离开了这里。那么，这个可怕的生物到底会是什么？而这段出现在新闻影片中的片段也引起了当地不少人的注意。很多观众认为，当时这名记者一定是拍摄到了某些灵异现象的发生。而对于大家议论纷纷的这段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诡异影片，至今为止，秘鲁国家广播电视台也未对他的观众们做出任何解释。Una persona, un anciano, los niños, ¿cómo podrían bajar? Mira.